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最近北京八一大楼的灯亮得有点诡异，但这次的全军宣讲会主角却没来。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缺席，由张又侠、张生民和刘振立坐镇，全程主持。现场气氛一丝不乱，报告内容围绕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看似一场正常的学习宣讲，但在政治观察者眼里，这更像是一场权力补课。因为当体制开始反复强调忠诚，往往代表忠诚正在被怀疑。外界注意到，这是中共四中全会之后的第一次全军会议，理论上应该由军委主席亲自出席，这次却只剩副手撑场。张又侠和张生民轮流表态，要求全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上，但整场发言中没有任何实际军事部署的细节。从八一大楼到海上舰艇，宣讲团成员将巡回全军听讲、汇报、再宣讲，看起来像是学思想，实际上更像是在稳军心。11月3号，北京八一大楼里灯火通明，军装笔挺的老将列队进场。这不是演习，也不是阅兵，而是另一场思想上的集结号。这一天，全军的宣讲大会正式开幕，高悬的主题是全军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大会的两位男主角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张又侠和张生民，旁边还坐着另一位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陪同会见宣讲团成员并听取报告。不过，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那个没出现的人。这么重大的全军宣讲会，理论上应该是中共军委主席领衔登场，中央军委全员同框，以表军心一致的经典戏码。结果习近平缺席了，习是身体不适还是另有考量，或者干脆不需要配合这场宣传秀了。无论原因如何，这场只有副手撑场的大会，让外界不免多想，是不是军队里开始上演主角退场、配角撑戏的剧情了？但张又侠率先开口指示，面子功夫还是做足了。这是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自觉拥护两个确立，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嘴上的意思就是，这次全军范围的思想整队，要让每条神经都看齐习近平思想的方向。接着，张生民的口风保持一致，也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意义。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说白了就是为了把习近平捧成唯一的核心，让全党、全军、全国都围着他转。确实，这波老调重弹挺耐人寻味。前阵子无论是政治局会议还是军中宣讲，口径都在往集体领导、制度运行上靠，刻意淡化个人崇拜。这原本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虽然仍坐在台上，但实权被集体共管，高层在悄悄重塑权力平衡。结果这次全军宣讲突然又高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而且不是党没喊，而是军中副手亲自带头喊。张又侠到中共四中全会宣讲团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这可就有意思了。这说明什么？要么是军中权力版图又在震动，习派重新发力，准备收回军中话语权；要么是高层内部出现了新的妥协，军方表忠，中央给面，大家再维持一下稳定表象。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可能，在一阵沉寂期里，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几乎销声，这次再被提起，反而显得有点补课的味道。这往往代表核心地位正在被质疑，需要重新强调忠诚。简单的说，当体制里开始反复强调忠诚，通常是因为有人不太忠诚了。网友们纷纷留言，张又侠看上去十分松弛，心情不错。军中有实权的
恐怕就是坐在前排正中间的那3个人了。习思想到场就可以了，人就不必到场了；习思想可以领军，人就不必领军了。10名宣讲团成员正襟危坐，手里拿着厚厚的宣讲稿，从81大楼到边防哨所，从联指中心到海上舰艇，1.1万名官兵在线听课。他们会后还要奔赴全军巡回宣讲。是的，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宣讲，而是一场覆盖全军的同步思想更新。时评人梅岭双分析认为，这一波高调吹捧习近平强军思想，看起来更像是欲盖弥彰。要看出其中端倪，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军中过去几次宣讲的口风变化就可以了。去年7月底，在中共3中全会精神的军方宣讲会上，那时候习近平刚传出事，张又侠的表述中还是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虽然提到习主席，但听起来忠诚已经开始只落在口头上。再往前翻到2022年11月4号，中共20大后，军方举行的首场报告会，那时的张又侠的表态才是习确确实实掌握军权的样子。张又侠当时声称，宣讲要全面贯彻习思想，要打牢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那时候还未落马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除了提效忠语外，还有典型的魔性语言，称要把20大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现在的习主席留在嘴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入脑入心了。时评人吴作来也认为，张又侠发表讲话，央视剪出的轻描淡写的内容，假装是在挺习近平，实则不然。只要军中主导主管权在张又侠，说些政治正确的官话没什么，毕竟还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在一条大船上博弈，没有颠覆之意。既然成立了中央决策议事机构，如果是由习近平主管，那么习肯定会主持会议，习是不会放弃任何露面机会的，以显示老大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机构成立之后一直隐身，地下党组织一样，说明这些组成人员身份各异，元老参与的可能性极大。只有习近平施军权，元老才可能有话语权。如果张又侠与习是铁杆盟友，那习就肯定终身制，张也能长期在位。还有分析认为，军队可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分工，嘴上听习近平思想指挥，实际上却听张又侠的枪杆子指挥。这场思想领导与实权领导的双轨并行，也许可以透露出现在谁是军中最高统帅，谁离军心越来越远。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另一位关键人物蔡奇。梅林双认为，这位被视为习近平的头号心腹，最近的表态也出现了明显降调的味道。10月27号，学习贯彻4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召开，蔡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出席并讲话，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报道的第一段竟未提及习近平姓名，也没有那套惯常的深入贯彻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的标配句式，只出现了2442，即2个确立、4个意识、4个自信、2个维护，以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到了第二段，蔡奇才象征性地提到2次习近平，一次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另一次是习近平的讲话。这和过去蔡奇的讲话一对比，就能看出明显的降温。回顾去年7月3中全会后的同类会议，尽管当时已有习近平重病传闻，蔡奇仍在开场就高呼要落实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2442。第二段更是连续3次提到习，热情宣讲所谓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和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但是到了今年，从重要讲话精神缩成单薄的讲话，从3题变2题，语气温度冷却，连奉承都显得公事公办。再往前那就不用对比了，在2022年20大后的宣讲动员会上，蔡奇几乎是以传声筒姿态出现，一句一句捧读习语录，阿谀奉承的本事肯定感动了自己。如今对照，几乎像换了个人。而今年3月的党建会议，5月赴河北唐山的考察中，蔡奇的口风早已转变，只学习习的论述，却不再喊表忠的口号了。对于过去以忠诚不绝于口闻名的蔡奇而言，这样的转调实在反常。可以说，蔡奇的语调变化与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几乎是同步的温度计。但时评人蔡胜坤则表示，蔡奇还是效忠习近平的。11月3号，蔡奇在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治党的文章时，再次高喊刀刃向内，强调全党对最高领袖的忠诚度，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以习近平同志为维护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过，蔡奇的长文还是说明全党还没有自觉地与习近平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清洗还将持续。如今军中张又侠、张生明高喊效忠语，但似乎已将习主席排除在具体指挥之外。党务系统的蔡奇则用语调的降温，刻意拉开政治距离。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习近平的权力还稳不稳？一边是高调的口号，一边是冷淡的行动，这种表忠与疏离并存的格局，本身就是权力松动的征兆。现在的局势看起来，习的权力既没有垮，但也不再稳如山。军中、党内、地方的服从度似乎已不再那么绝对。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始终是层层迷雾，既像在维稳，也像在试探。那些满场回响的效忠、维护的声音，或许正是掩盖动荡的回音。只不过这层掩饰能维持多久，谁也看不清。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